啊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。Good evening, police emergency. How may I assist you? 可以说华语吗？可以，这位女士。我是从中国广州打来的，我在网上找到新加坡警察局的电话号码。我的儿子在新加坡念书，他被人绑架了。这位女士，请说慢一点。首先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可以叫我蔡太太。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蔡学龙。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请你一定要帮我。蔡太太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尽一切能力来帮助。你有学龙在新加坡的地址吗？有的。大家过来一下。今天，乌洛警署刚把一个案件移交给我们。受害人是蔡学龙，19岁学生，从中国来本地就读大学。他们起初以为这是一起绑架案子。是的，昨天学龙的妈妈接到勒索赎金的要求和一段他被绑起来受伤的视频。警方有没有根据绑匪联系学龙母亲的号码追查到他们？绑匪是用学龙的手机打电话给他的妈妈，收到勒索要求后，他就联系新加坡警方。乌洛警署以为这是一起绑架案，就把案子交给 Jacqueline Leong 调查。但是当他去到受害者的家时，他在学龙的房内发现了一份据称来自中国国际刑警的伪造文件，所以他怀疑这可能是一起诈骗案。它跟之前其他诈骗案的伪造文件一模一样，同样的标志，同样的字体，同样的偏离中心对齐，连作案手法都一样。受害人被指控犯下欺诈和洗钱罪，这样骗子就可以给他压力。这是绑匪发给学龙母亲的第一个视频。救命啊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绑匪还发了2个视频，但内容差不多，每个视频都附有这条信息：我要求国际刑警追查银行户头持有人。我见过这类骗局很多次，但不能排除这是真的绑架案，所以还是保留所有选项。Yes, sir. 虽然我和学龙住在一起是室友，但我们不熟悉，只是见面点点头。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在4月2号，大约晚上8点半。他回到家就直接走进他的房里，过后我就没有见到他。第2天早上我离开时，他的睡房已经是关上了。那天学龙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？比如他的行为、他的穿着，他有没有带什么东西？他还是一样很正常。他当时背着常用的背包。那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学龙有没有碰到问题，或在学校得罪了什么人呢？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上什么。我和他真的没什么谈话。没关系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学龙有没有跟你提过任何有关当局正在调查的事情呢？没有，他没有告诉我。你能快转视频吗？舍友说他那晚8点半左右回来。好的。那里，暂停，播放。你可以让我看看第2天的视频吗？
Jacqueline 提到，在房里发现的面包和矿泉水牌子，跟勒索视频里的一样。有太多的巧合了。看看还能找到什么。这可能是面包和水的收据。我继续追查。好的。对，在这分店买的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买这些东西的人呢？哇，几天前的事了，我想我不记得了。但是我可以帮你查看一下监控录像。太好了，收据显示顾客用信用卡付款，是哪家银行呢？我得查一下支付系统。谢谢你。我可以看一下监控录像吗？行。在这里。暂停。法德利，受害人的背景调查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，他的银行户头没有可疑交易，也没有大笔款项存入或提取。他的大学生活和社交媒体呢？学术成绩中等，但他从上星期就没去上课，他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载任何贴文。那他的手机呢？能查到他目前的位置吗？已经关机了。自从他母亲收到最后一段视频后，莉维亚，从勒索视频没看出什么，只知道不是在学龙的房间拍摄外，没什么迹象显示拍摄地点。那在他公寓里的监控录像呢？跟他室友说的一致。来，过来看。4月2号下午3点左右，学龙离开，晚上大约8点20分回来。公寓闭路电视最后一次拍到他是在4月3号，在下午5点半左右离开。你们看，在4月2号，学龙的衣服跟勒索视频中的一样，不过4月3号他穿不同的衣服。看来勒索视频是在4月2号拍摄的，也就是学龙失踪的前一天。我们在学龙房里发现的便利店收据上的购物日期也是4月2号。这显示勒索视频是精心设置的。信用卡公司提供了信用卡持有人的身份，这是 Janet Su。在勒索视频中，和学龙睡房内的面包和矿泉水是他买的。所以按理说 ，Janet 在买东西的下午4点15分到学龙回公寓的晚上8点20分之间的某个时段，跟学龙见过面。记录显示他没有前科。Janet 是马来西亚人，持工作证，是 News and News 公司的美甲师。Janet 穿白色和深蓝色工作服，这跟过去诈骗案中涉案者的穿着一样。这就是冒充中国国际刑警的骗子，在欺骗受害者充当中国国际刑警的代表时，要他们这么穿。如果 Janet 真的是骗局的受害者，那她是否被骗与诈骗者合作拍摄学龙的勒索视频呢？有这个可能。目前我们还在寻找学龙，已知的最后地点是东海岸公园。你现在派人去搜查这个地区。 Yes sir。是的，我在那里，我在执行一个任务。为了谁执行任务？为了黄警长，他是中国国际刑警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没有那么做。我相信，我知道这是个误会。你听起来不像那种违反冠状病毒条例和洗黑钱的人，但是……你相信我，对吗？我相信你，但是我的上司不相信你，他们觉得你很可疑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请你帮帮我。如果你能协助我们调查并且合作，那就能证明你是无辜的。那好吧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你必须要当卧底来帮助我们逮捕罪犯，但是我们的任务是最高机密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好。黄警长告诉我，作为中国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，衣着要得体。每次他给我任务时，我必须穿办公室套装。黄警长还发了员工证的照片给我打印出来，系上挂绳，
显示我为中国国际刑警工作。米苏，其实根本没有中国国际刑警这样的执法机构，未经新加坡政府批准，海外执法机构无权在新加坡展开行动逮捕任何人，或者是特别要求公众人士协助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调查工作。恐怕你是被骗了。那他要我执行的那些任务呢？那是骗子的把戏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，在4天前，黄警长叫我买2个手机，一个用来和我联络，另一个用来执行任务。他告诉我，在东海岸公园海滩预定一个营帐。他说我会遇见一个和我处境相似的年轻人，我们必须合作，捣毁洗钱集团。我能从他穿的红色马球 T 恤和牛仔裤认出他。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或关于他的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在一起时根本没有跟对方说过话，我们只是按照手机上的指示来办事。黄警长要我帮他化妆，让他看起来受伤，然后用他的手机录下3段绑架视频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黄警长告诉我跟那个人交换手机，我拿了那个男子的手机，给了他我之前买的第2个手机。那个男子呢？他过后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离开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接到了指示，把手机放在海滩的一张长椅上。你留下手机，然后离开之后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黄警长还指示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？他有时候叫我去不同的地方，在那里我找到了装了钱的信封，他就是这样给我钱，让我完成任务。哦，在那天，他也叫我到乌兰租一个房间1个星期。有人吗？谢天谢地，你没事。妈妈好担心他们会伤害你。你在视频里看上去伤得好严重。但是我不明白，夏文警官说你知道我并没有任何危险，你也参与了这个计划。谁是夏文警官？我听绑匪说，如果我不给他们50万人民币，他们就会砍掉你的手指。50万人民币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所以就打给新加坡警方寻求协助。谢天谢地，他们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要搭下一班飞机回家，知道吗？好的，妈。我现在就去买飞机票，有新加坡警察在你身边，你会很安全的。好。我被骗了。
恐怕是这样。这类骗局已经持续很多年。你看看这张照片，这个就是跟我合作的中国国际刑警。他实际上是一名美甲师，和你一样，他也是这个骗局的受害者。骗子1个月前联系过我，他说他是上海公安局的夏文警官。他告诉我，一个注册在我名下的手机号码在中国散播虚假的疫苗接种信息。我从来没有散播过虚假的疫苗接种信息。我认为接种2019冠病疫苗很重要啊。不单是这样，你还用你的信用卡在上海洗黑钱，一共洗了500万人民币。我从来没有去过上海，我来自广州。不管怎么说，信用卡是在你的名下。这通电话就是要告诉你，警方已经对你发出了逮捕令。夏文警官后来又打电话给我，他告诉我，上海警方已经逮捕了一个嫌犯。他说，我的母亲和我都是绑架集团的成员。那个嫌犯告诉上海警方，我母亲的电话被绑架集团窃听，所以夏文警官想利用这些信息抓到真正的绑架成员。怎么做？他想利用我妈作为诱饵，他告诉我录制勒索视频来假装自己被人绑架。录制后，夏文警官就会把那些视频发给我妈。由于真正的绑匪在监听我妈的电话，他们会以为我真的被绑架了。这样做有用吗？他跟我说，绑匪会把一个银行账号发给我妈，以便支付赎金。从那里，上海警方可以追踪这个集团成员，并且逮捕他们。夏文警官说，如果我愿意配合，我的罪行就能够被撤销了。夏文警官告诉我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他说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绑架集团的间谍，例如银行职员，甚至是新加坡警方。所以我应该只听他的。他说，我去见这个中国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，他会帮我假装被人绑架。过后，我把手机交给那个代表，他给了我新手机用来联系夏文警官。他说我的旧手机被窃听，所以必须被处理掉。后来怎么样？我回家。第二天，夏文警官又在跟我联络，他要我到雾兰的一个房子躲起来，直到绑架者被逮捕。喂，好消息，我们已经逮捕了绑匪。夏文警官叫我去东海岸公园海滩的长椅上等一个中国国际刑警，他会给我正式的信件，说对我的所有指控都已经撤销，但是新加坡警察先找到了我。是的，蔡学龙是受害者，他不知道骗子的计划是什么。我在 Jenner 的房子找到伪造的中国国际刑警文件，他也是诈骗案的受害者。这些假冒中国官员诈骗案越来越复杂，实在很难追查到真正的骗子。我们必须不断教育公众，没有中国国际刑警这样的组织，海外的警察机构在新加坡无权侦查罪案。这些知识非常重要。在你刚才看到的8年案件中，骗徒冒充政府官员，精心编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谎言，诱骗2名无辜的受害者陷入了虚假绑架计划的圈套里。由于反诈骗指挥处和乌洛警署的警员思维敏捷和认真调查，受害者很快就被查出来，并意识到他们是诈骗案的受害者。警方要提醒公众，在没有得到新加坡政府批准的情况下，海外执法机构无权在新加坡开展行动，逮捕任何人，或者要求公众协助进行任何形式的调查。您可能会特别小心提防假冒银行或者政府官员的诈骗分子。不过，你知不知道骗徒也会以团队的形式来欺骗你？不幸的是 ，Vivian 却不知道。当
我的银行账户没有涉及洗钱活动。女士，我明白，但我们的记录并不是这样的。洗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。我要怎么证明我是无辜的？但是我们看到你的交易记录出现了可疑的活动。但是我没有那么做。这件事我会寻求警方的协助。别担心，没事的，我会尽力帮助你的。但是 Vivian 不知道的是，跟他谈话的不是银行职员，而是一个骗徒。非常谢谢你发送过来的警员证照片。当然，证明我来自新加坡警察部队很重要。银行把你的案件转给我们，你正在接受调查。我们很快就会寄信给你，请求你提供协助。但是我没有做过，我不知道这些交易怎么发生的。女士，你知道洗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吗？我的同事陈警官，他会协助你处理这个案子的。我把他的号码发给你。Vivian 不知道的是，他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其实是第3个冒充调查员的骗子。什么？你需要一张我的身份证照片，用来进行财务检查和资金验证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呀。女士，我是在帮助你。如果你不愿意，可以拒绝，但这表明你不愿意合作，而且很可能显示你有罪。等等，我没有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发过来。后来 ，Vivian 通过官方渠道联系银行和警方，经过核实情况之后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。自今年10月以来，这些假冒政府官员的骗局又卷土重来。这些骗子分组行动，他们假冒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或者新加坡警察部队的警察，说服受害人将钱转入第3方的银行户头。到目前为止，超过51名受害者损失超过330万元，单一受害者损失的最大金额超过70万元。为了避免成为受害者，请采取预防措施，不要理会以刑事调查为由将银行资金转到第3方户头的要求。如果收到文件上带有警方字样的信件抬头，请向有关部门查询。不要通过电话向来电者透露个人信息和银行资料，千万不可以转账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。不要理会来电是以+65开头的所谓政府官员的要求，因为新加坡警察部队的来电绝不会以+65开头。在行动前，打电话给你信任的朋友或亲戚，拨打999或前往最靠近的邻里警局寻求帮助。在 iOS 或安卓系统上下载 ScamSure 应用，这将有助于过滤诈骗电话和短信，并且防止你成为诈骗的目标。让我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亲人，并成为一个远离诈骗的社区。如果要寻求意见，请拨打反诈骗咨询热线1800-722-6688，或浏览 www.scamalert.sg。这一集的绳之以法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助理警监王伟璇，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，再会。